我在这好好拍风景，你怎么跑我画面里来了？哎，你怎么走了呀？你不是要拍风景吗？我把风景还给你啊。好了，我承认我在偷拍你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，也没有告诉我你哪个系的呀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那我不然怎么把照片给你啊？不用了。那我就只有把照片洗出来，满学校到处去问喽。你等一下。怎么啦？怕我找不到你啊？虽然学校这么多人，但是有志者事竟成，我一定会找到的。何以琛，国际法2年级。大家好，我叫赵木生，我今年19岁了，我是化学系的。不过我的兴趣爱好是摄影，所以我将来想成为一个职业的摄影师。你们要以后谁想拍照的话，都可以找我。好呀，好呀。好呀，我叫杨磊，20岁了，计算机系的。我们那儿念书普遍比你们晚1年，显得我都老了1岁，好讨厌呀！哎呀，我叫蒋小燕，今年也是19岁，法律系的。哎，我们4个人都是不同系的吗？啊，我叫林少梅，我也是化学系的。真的啊？太好了，咱俩一个系的话，是不是以后就可以一起上课了？喂，你们2个倒是找着伴了，我们2个可怎么办呀？那你就节哀顺变喽。我们俩就要抛弃你们了，不过还是可以一起吃食堂的嘛。待会儿一起去食堂了。好呀，你们知道吗？长华食堂的菜是出了名的好吃。我就是长华附中毕业的，没上大学前，老师就天天跟我们说，谁要是上了长华，这4年就不愁吃喝了。真的啊？这样吧，咱合个影，就当开学第1天第一次见面的纪念。好呀。哎，等一下，刚刚搬东西搬的衣服都脏了，我先换个衣服。站好位置啦，摆好姿势。等我。看着那。3、2、1，茄子。哇，真漂亮！这些都是你拍的？对啊，怎么样？色彩跟颜色都还不错吧？好好看。我们学校这么漂亮，要是我可以让我奶奶也看到就好了。哎，这马上国庆节了，你可以让你奶奶过来呀。就住我们寝室，不要让宿管知道就好了。我们村特别远，而且我们家就连我来上学的路费都还是问人家借的呢。你把照片都寄回去，这样奶奶就可以看到了。都给我啊？反正这是我们学校，我随时都可以拿相机拍的啊。谢谢。一张不行。这一张我要拿去送人的。赵默笙。你给我了一个微笑，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拥抱还你？你让我有心跳，哎呦，我有什么办法也叫你神魂颠倒？你知道我很淡定。这位同学，你打算跟着我多久？跟到你发现我呗。这位同学，你不会是忘了我吧？不是都说学法律的人记忆力挺好的吗？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，不会浪费在不该记的事情上。好吧，相信你是学法律的。那
我是信守承诺来给你送照片的。怎么样，照的不错吧？我第一次发光，你效果是6分。感受阳光洒满肩上的夏天，整个世界涂着金色的秋天，飘雪的冬天。照片我收下了。去想着未来的事情太遥远。等一会儿，谢谢。这照片难道不要还给我的呀？对呀，这照片是我拍的，难道不是我的吗？这位同学，你确定要和一位法学院的学生讨论照片所有权的问题吗？什么意思嘛？这照片难道就你的啦？这你要拿走也行的呀。那你最起码请我吃个饭吧，我这洗照片也要5毛钱的。何师兄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们不是一个系的，你不用这么客气叫我师兄。那我叫你何以琛。这样连名带姓的叫太没礼了，而且也不能没有显示出师兄对我欠一份糖醋排骨的交情，对吧？那我叫你以琛好了。这位同学，我想我们并没有那么熟。以琛，你是不是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呀？我叫赵默笙，赵呢就是那个赵，默是沉默的默，笙是一种乐器。我的名字是有典故的，它是出自徐志摩的诗：悄悄是烈烈的笙箫，沉默是今晚的康桥，是不是特别好记？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都写在照片背面了。啊，我都忘了。是不是我请你吃了糖醋排骨，你就不会再跟踪我了？我不是跟踪你来的，我是跟踪3食堂的糖醋排骨来的。所以说，你昨天是跟踪鱼香肉丝，前天是跟踪水煮鱼片。对啊，何师兄不愧是学法律的，推理能力这么强。多谢夸奖。我破案的能力也不错。前天是周3，教3食堂没有水煮鱼片。我吃好了，先走了。默笙，不要难过。没有难过呀，为什么要难过？作战计划成功啦！作战计划？对啊，他已经记得我的名字了，是他本来就记得，而且记得非常非常熟。吃饭吧。哎，少梅，等会我们吃完以后一起去老北街吃麻辣烫。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正在吃吗？我现在浑身充满了能量，这一份糖醋排骨哪够？必须得加一份麻辣烫。3是法律文书，下午是大学英语，还有国际经济。何以琛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抄课表呀！我发现这学校也太不公平了。你看你们法学院的课这么少，我们化学系的课却那么多，而且还要学高数。你抄我们法学院的课表？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哎，你干嘛老走那么快呀？你为什么老是跟着我？喂，何以琛，这到底是你笨呢，还是我笨呀？如果你这么聪明，当然是我笨了。
我怎么这么失败呢？我都追了人家这么久，你都还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我不准备在大学找你。那我就先排队，是不是等你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有优先录取权啊？我还有课。明明没课的啊。我发誓，我绝对不是尾随你来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是化学系的吧？不过我选修了法学，所以我是过来借书的。所以你放心啦，我真的不是尾随你过来的。选修课的话，你那本太难，用这本。谢谢你的不打扰，再见。一千，给，请你喝的，谢谢你帮我选书。你不是说不会打扰我？但你现在在图书馆外面，而且你也没有在学习嘛。谢谢，但是我不需要。不要再跟着我了，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不错呀，你什么时候也有闲心拍照了？啊？是个意外。拍个照有什么可意外的？你说话可越来越云山雾罩了啊！你说呀，我们系的男神居然被化学系的人抢先了。一会儿等陌生回来。哎，陌生，你回来啦？等你好久了。我这儿有一个大八卦，我听说你们化学系有一个女生正在追我们法律系的校草何以琛，我就在想，哦，这到底是哪个女壮士，竟然敢追我们的冰山校草？陌生，你认识吗？我呀，你。这儿呢是你们何校草拒绝过的养乐多，喝吗？当然要喝。哎，木生，你也别难过了。我听说呀，我们系追何以琛的人那是多了去了。哦，别的系更多。但是我还听说他在这一年里一直都守身如玉，所以说，陌生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何校草他还无心下凡。对，无心下凡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就更喜欢他了。你不是吧？哎呀。看来今天人数要创新高啊！新牛不算，正式退了。这边是交给你，我也放心。总算抢到了，
哪儿去填？哎，木生，借我备用一下。啊。我轻轻放开了手，低头沉默，安静的嘶吼。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，从今后你的难过不再有我，是否忘记我？再10000次你回过头，你会发现还有我。陌生的问句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，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，让我绰绰有余。等待最后一眼，最后一遍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，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这渐渐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。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这渐渐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，这渐渐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。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，那些迷惘路口有你陪我流泪的夏天。时光过客，还来不及去迎合，胸口的微热总是恨不得把你守护着。Pretty sunshine， 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，只是无谓空白。答应我，那天走失了人海，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，一定会来。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， 等着我，不要再离开。这个你觉得今年？哎，社长，这个人为什么会被招进来？怎么了？你一个化学系的，毫无法律基础，就这样的人也能进我们辩论社啊？许副社长，你不知道，外面一直给我们提意见，说辩论社招人太集中了，都在法学院。辩论社是个大社，还常拿奖。学校也给过建议，希望我们放眼全校去招新人，给其他社团做个表率。可是你招这样的人进来有什么用呢？他什么都干不了啊。不会啊，他有摄影特长，你看看，起码以后出去比赛，摄影师不用外接了。
不然每次去摄影协会借人，你试试。你呢，何副社长？你一向是最严谨的，你应该不会同意把这种没有用的人招进来吧？嗯。我认为，一个社团想要发展，不能局限在一隅之地，并不是法学系就一定适合参加辩论社。那么同理，并不是化学系就不适合参加辩论社。所以，我没意见。何以琛，我真是没有想到，你竟然徇私舞弊，把女朋友招进辩论社。什么？你的女朋友赵默笙。第一，他是许社长招进辩论社的，我只是投了赞同票而已。第二，她不是我的女朋友，没有调查清楚真相就横加指责，我想你已经违背了一个法律人的基本准则。你们两个等会儿。哎，你觉不觉得这个师姐有点问题？她干嘛把我们两个单独留在这儿？不知道啊，不过好像她刚才只叫了我，没有叫你们。真的啊？嗯。不过还是算了，我还是陪着你吧。这个师姐在我们系特别有名。有名？特别的灭绝师太，拉手摧花。我知道你来的目的，所以想和你谈谈。目的？何以琛是吗？师姐，不管你为了什么目的而来，我都要告诉你，辩论社不是你们谈情说爱的地方。我知道你喜欢我们社团的何以琛，但是，请你认真的对待我们的社团。看看这些奖状，都是几代学生积累下来的，从98年成立到现在。法学院第一社团，也是学校最看重的社团，所以我不希望这里成为你们1年级女生追男生的场所，明白了吗？师姐，我明白了。至于追何以琛师兄的事情，我会好好放在社外进行的。你到底有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？听懂了呀。师姐让我公私分明，所以我一定会好好在社内做事，社外追人的。你在干什么？我们听说这个许副社长在教导新人。对，我们特意过来看一下，这个不错啊。我们社这个优良传统是要跟新人碰到一下的。不过你有听说过不能谈情说爱吧？是啊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来这套啊？好，那你们继续教导啊，我们先撤了。不过徐野，公私分明，首先要以身作则。当然。40盒。不好意思。谁呀？怎么回事？波斯奇情敌。坐这儿啊。这位同学，没人帮你拿？就我自个儿。那个他们也都挺忙的，也来不及拿。去送个饭有多忙啊？还不就是懒嘛。没事儿，师傅，也就多跑几趟，我就当减肥了吧。好，那你当心一点啊，慢一点。哎，谢谢师傅。
看来这姑娘是吃不着你的糖醋排骨，开始暴饮暴食了。哟，而且好像还感冒了。对了啊，我可听说了，在咱们法学院可都传遍了，这姑娘在辩论社冲着徐颖宣言，说要在社内好好做事儿，社外好好追人。作为此次事件的男主角，何同学，你作何感想呢？别这么无聊行吗？你不知道，我只要一想到当时徐颖会是什么表情，我就想笑。师兄，哎，在，干嘛呀？那个，师兄能不能帮我看一下？这是20盒盒饭，我先送一趟过去，马上就来拿的，帮我看一下行吗？你是送哪去呀？你们法学院大楼呀。啊，你这是想走迂回路线是吧？先讨好那些师兄师姐，然后再追我们法学院第一才子。绝对不是的，绝对不是的，绝对没有的。那个，要是我们以琛师兄能用送盒饭就追到的话，我早就给大家送了。我不跟你们说了，我得先走了。那你慢点啊。那个一定帮我看一下，然后我马上就回来，一定要帮我看一下，等我回来。我先走了。这估计是送到你们辩论社的吧？啊，你看看人家姑娘多辛苦，生病了还不休息，你也不帮帮人家。这是他的工作，我新人的时候不也这么过来的吗？哟，你可别逗了，你新人的时候社长都把你当宝贝，谁敢这样用你啊？啊！而且呀，恐怕辩论社里敢这么折磨新人的，嘿，也就徐颖了。果然只能节哀顺变，徐师姐真的喜欢何以琛，不然这么多新人，他干嘛只盯着我呀？久了，怎么还没放好呀？这个很难吗？他们早上的那个印错了，所以我就重新去弄了一份。哎呦，何同学怎么来了？真是少见啊！何以琛，你不是周末都要去律所实习的吗？今天有事没去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哦。我们看一下等下的辩论吧。好。原来他在事务所实习，在辩论社里真的很忙，可是偶尔能看见他，听到别人谈论他，就觉得好开心。他看到我这么认真，会不会有一点感动呢？今天还给我送了药，真是琢磨不透他。哎，以琛师兄，你怎么都不打伞的呀？那辩论社里还有伞，你等我会儿，我去帮你拿一下吧。如果你是为了我，你完全不必这么做，对我毫无意义。
那女魔头真是太过分了，都是一个学校的，只不过比我们大一级，用得着这么趾高气扬的吗？怎么了？你不是已经帮我请假了吗？是啊，我去跟他快过来帮忙。哎，少梅，少梅，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刚刚在外面就看到他这个样子，连路都不能走了。我这个月打工的钱都被抢走了，这是要钱搏命！怎么会这样啊？少梅，晚上打工真的太危险了，你以后就不要去了吧。不行，我要打工，不然我下个学期学费。少梅，少梅，如果你一定要打工的话，我陪你去，好吗？张木生，夏师兄。怎么？等以琛呢？没有，我就路过这儿。哦，我以为以琛生病了，你特意来看他呢。他生病了？逗你了，他身体可最好了，一个人打好几份工，身体还是我们寝室最好的。他呀，体测次次都是优秀。真的呀？我这连跑800米都及不了格的。加油！只要把他追到手，就有人怎么教你跑800米了。你说我这样是不是给他带来挺大困扰的？这我也不清楚。你也知道，以琛这个人，他心里想什么，我都不知道。那行，夏师兄，我知道了。我就先走了。那个新人好像很多天没来了。哪个新人？就是化学系的那个新生啊。我早就说过，这些1年级的女孩子能有什么毅力啊？完全就是来玩玩的。我看啊，只要稍微有些困难就不行了。哎呀，那太可惜了。眼看这个高校辩论赛就要开始了，难道要去摄影协会借人了？社长就去借呗，人家社团的社长对你可有好感了，到时候啊，正好把终身大事也一起解决了。大家觉得怎么样啊？别起哄啊！我晚上还有份工要打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小伙子，再见。再见。好，再见啊，钱总。哎，小何，你今天就直接回家吧，不用再回所了。好的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行，那您慢走啊，王老师。何以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跟踪你来的。尚梅在这附近打工，我晚上怕她一个人回去不安全，所以我就在这等着她。没想到会碰到你。
你这些东西的价格比他打工赚的还多吧？所以我没有告诉他，我跟他说我在这上自习，免费喝白开水的。给师兄保命。上面好像快下班了，那个我就先走了。以后你还是别去接我了，这样你都不能去辩论社了。没事啊，不去的话还有奇遇呢。你为什么每天都要从这条路绕回去啊？安全呀。万一呢有坏人出来的话，我们只要喊一声，就会立刻有同校的师兄出来救我们啦。我才不信呢！你是想偶遇何以琛吧？才不是呢！我告诉你啊，刚才我等你的时候遇到他了，所以啊，他现在还不在学校。那你都知道他不在了，为什么还要走这条路回去啊？不知道，我一想到他住在这栋楼里，就觉得跟他走过同一块地方，就很开心。原来喜欢一个人啊，就是连走他走过的路都会觉得很幸福。陌生，你中毒了，真的是中毒了呀！好了，走了，小花痴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何以琛，你每天都要在这里花钱吗？我今天就在这儿喝了一杯白开水。辩论社你多久没去了？但是我晚上要在这儿接少妹下班，所以晚上社团那边我就可能没法去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要退出？没有的。你知道吗？你进入辩论社，我是投了赞成票的。什么？所以说，如果你中途退出的话，我会很尴尬。我一定会去的。可是少梅那边怎么办呢？最近我会在事务所实习，如果你同学不介意的话，晚上我可以和他一起回去。那怎么行啊？你们孤男寡女的。师兄，你不是喜欢少梅那种类型的？你瞎说什么呢？不是就好，不是就好。师兄，你不喜欢我没关系的，但你千万不能喜欢别人。哎，少梅，我的福星。哎，你今天怎么现在就回来？哦，因为你每天陪我回学校也很麻烦，也危险，所以我今天辞职了。啊！那个就是老板呀。真的要进去吗？我刚辞职，不好意思进去。就是因为刚辞职，这样才好跟老板求情嘛。这工作又不累，而且薪水还高，一定要争取回来。走。老板你好。老板好。怎么了？薪水不是都给你结清了吗？现在才来要，可没有了。没有，老板。工钱是正好的，没少。老板没有啦，那个我跟少梅现在是专门来感谢你前段时间对她的照顾的。感谢不必，突然立即辞职，一点时间也不给我准备，我可没看出什么感谢的心。其实老板都是我的错，
那个，因为我怕少梅危险，所以我就每天过来接她。但她又怕耽误我的事儿，所以才自作主张把这儿辞了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一起送她回去的师兄，所以我们就不怕了。那个老板，我们知道这辞职是我们的不对，但是你看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错了，你就再给少梅一个机会，让她重新回来工作，好不好？拜托啦！去，你当我这是什么地方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！他的位置已经有人顶替了，我们这儿不缺人。皇上，对不起，还一个师兄都不能见面了。说什么呢？我像那么重车轻友的人吗？我在想呀，你打工的事情怎么办呢？本来自以为是的是为了你好去接你，结果还害得你把工作都辞了。你说要找不到薪水这么高的工作怎么办？那是你真好。好啦，我当然知道我真好啦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工作呀，这样按时结算的工作哪去找？就别担心我啦，我还可以做家教的。牧师，何师兄那里怎么办？他会在那里等你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哎，少梅，何师兄是不是还不知道你辞职的事情？干嘛去？我去趟事务所。下那么大雨还去？周末不用去吗？我有点事儿，先走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师兄，等到了，跟我进来吧。晚上这里没什么人，我已经跟毛律师说过了，你可以在这里等我同学，其他地方就不要乱跑了，知道吗？师兄放心，我肯定不会到处乱跑的。好。领导请。快点姓毛的！毛律师已经下班了。骗谁呀？我相信你，给我走开！先生，姓毛的，你给我出来！先生，您冷静一下好吗？甭管我！你们这些骗子！我没钱请律师啊！你们答应给我法律援助，我还真以为遇到好人了，遇到好人了。可是结果呢？骗子！先生，您先冷静一下。毛律师已经下班了，如果你要找他，你可以明天早上9点钟再来。我不找你姓毛的，那姓毛的怎么就是个骗子？
天了打官司的，答应给我法律援助的，结果我败诉，你们收了黑心钱了。先生，律师不是万能的，律师也会打输官司。但是请您相信我，我们绝对不会收黑钱。相信？我相信你什么呀？相信？这位先生，您姓张，今年35岁，洪家村人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您的一审案卷我有研究过，您放心，您的这件案子现在已经有了新的证据，我们很快就会上诉。真的？真是这样吗？真的。毛律师过2天就会亲自去联系你，我们一定不会就这样不管的。谢先生，小心点。先生，我会跟毛律师留个口信，告诉他你今天来过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盯着这件事情。谢谢，小伙子，谢谢。你也是律师吗？我只是个实习生。您慢点儿！小心！哎，你等会儿。给他！这雨这么大，电伞下车的时候肯定停不了。您慢走啊，小心！再见！再见！快进去吧。你把伞给了他，待会儿你怎么办呢？这说不定一会儿就不下了。可你刚刚还说不会停。师兄，你们学法律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喜欢抓人说话漏洞啊？我只是在提醒你，如果你没有伞，待会儿回学校你该怎么办？没关系的呀，就我还年轻嘛，我淋一下没什么的。那你说刚才那人他挺可怜的，他要淋一下，万一生病了怎么办？现在这种可怜的人太多了，被人骗，被人欺压，不知道怎么样去反抗，或者说知道要反抗，但是没有钱，没有渠道，不知道怎么样去做。所以师兄你很厉害呀，你可以帮助他们。有什么好厉害的？当你踏入了这个圈子，你会发现你无能为力的事情太多了。但是这能帮一个是一个呀。你说天下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，谁能全部管得过来呢？你已经能帮一些，很厉害了。你说的对，以后我会尽力多帮助一些。你同学应该快下班了吧？啊？喂，杨磊，少梅在吗？他都回去了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少梅说她找不到来事务所的路，所以就先回去了。那我们也先走吧。到了，你回去吧。师兄，我骗了你。其实少梅早就已经辞职了，她担心我一直送她回来会不安全，但是我又想跟你一直回来，所以我就不敢告诉你。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师兄，是不是有一句话叫做“坦白从宽”？这句话只对警察有用。赵同学，我将来只打算当个律师。完了完了，居然叫我赵同学，肯定生气了。
律师啊，那对律师谈判会怎么样？会罪加一等吗？不要跟着我。师兄，还在生气吗？这里不是聊天的地方。好了，千里送你养乐多，喝了就不要再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，饮料喝多了会变笨，你还是少喝点吧。我们的何校草说了，饮料喝多了会变笨的。我还是拿回去给小燕喝好了。哎，陌生，你现在怎么变得那么坏？不行不行，快喝快喝，要笨一起笨。现在的很多网络语言的很多词儿都非常形象化，就比如说一个冒号后加一个括号，这样呢就能非常好的表达出说话者的心情和面部表情，对我们的语言也是有着非常好的丰富作用。以上是我们反方的观点。赵默生，你不是不来了吗？啊，对不起师姐，那个前段时间有点事儿，所以没有来社里。我保证以后不会这样。你别跟我来这套。辩论社不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。这位同学，很遗憾地告诉你，你说什么？他是社里的一员，出勤率太低，不符合规定，所以我让他来。对对对，这何同学已经狠狠地教育了我一顿，所以我这洗心革面、知错就改，我马上就又来了。我以后再不会犯错误，请大家原谅我。你们两个，我早就说过，这里不是你们谈情说爱的地方。许同学，我想你误会了。误会？误会什么？那你告诉我，他来这里能做什么？他根本就不适合辩论社，就算来了也只能打杂，连做辩手陪练的资格都没有。别这么说嘛，我记得赵同学有摄影特长。社长。那好，过几天就是辩论赛决赛了，你就负责给大家拍照。哎，不是我说啊，上次我们拿冠军那个照片拍的，洗出来乌泱泱的，一看跟输了一样。陌生，你个任务很艰巨啊，要把每个人都拍好。好的，社长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师兄，谢谢你今天帮我说话，你帮说话是不是代表你原谅我了？我有帮你说话吗？有啦。你误会了，我只是公事公办而已。再说，你照片拍的确实不错。真的？我一定会把你拍的超级无敌特别帅的，相信我。那倒不用，只要拍得像正常人类就可以了。正常人类？何师兄难道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不会吧？来！我游戏里妹子给我打电话了，我请你们吃羊肉串来。我上次不是揭上你真面目了吗？你这个不讲义气的还有脸说啊？哎，他居然在跟人视频的时候说不是本人，毒不毒啊你？不过呢，我这因祸得福，人家姑娘就喜欢我这小眼睛，迷人聚光。你到底吃不吃啊？你废话，白给的，我干嘛不吃啊？那你也来。这回是真吃撑了。张亮，我诅咒你这妹子赶破完蛋。你怎么了？哎呦，胃里难受，吐了。张亮给吃了羊肉串，肯定是不干净呀。哎，张亮，你不会是报复我吧你？我闲的没事，我报复你干嘛呀？你没见我一直上厕所呢吗？我不也吐呢吗？一琛，你也吃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
不对呀，可能因为我吃的少吧。给来的好早啊！社长早，干得不错。谢谢社长。你们早啊，今天早点的。对呀。谢谢啊。哎，师兄。哎，那个师兄，我这发完早餐肯定最后一个了，你等会儿能不能帮我留个位置，靠前面一点的？因为要不然我晕车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摄影包帮我拿一下。谢谢。那个靠前面一点的。师姐。可以。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师兄不会被我砸坏了吧？那个相机包我来拿，这个我也帮你拿。哎，雨辰，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啊？什么？不是，昨天宿舍的人吃的羊肉串可能有点问题，都上吐下泻的。不过我还好，放心吧。你确定？就一场比赛，没问题的。走吧。走吧。又是你。怎么了？哦，我的提示卡。提示卡不见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不是老辩手吗？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？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好像看到赵默笙拿着你的包，是不是被他拿走了？哎，他人呢？关键时刻到处乱跑，我就说这种新人不靠谱，你们还都护着他。赵默笙，你来的正好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拿了何以琛的资料袋？啊，对啊。我就知道是你，你知不知道你把他的提示卡弄丢了？这不可能！我刚才没有动过你的包，而且你的资料袋我也没有打开过，这怎么可能？你还狡辩？你好了，赵默笙刚才还给我的时候，卡片的确还在，可能是刚才我去洗手间的时候自己弄丢的。何以琛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有多严重啊？一个还需要提示卡才能赢的辩手，不会是一个合格的辩手。同学们，大家好！让人期待1星期的国际大学生辩论赛的决赛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是啊，今天这2个队伍经过了几个月的角逐，一共打败了20几个队伍才走到了今天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比赛真的是高手云集，万众瞩目。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！首先，我们要请出的是华东大学的4名同学，他们是今天的正方，有请他们。还有我们来自长华大学的4名同学，他们是今天的反方，有请他们。有请。好，现在请我们双方同学先就座。各位。今天的辩题是温饱是否是谈及道德的必要条件？坐在我左侧的华东大学，他们是正方，他们的观点是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；而坐在我右方的长华大学，他们则是持相反的态度，温饱并非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。好，下1秒开始，我们全国大学生辩论赛决赛正式开始了。首先，先由我们双方的同学一辩做立论陈词，时间为3分钟。刚
刚才对方辩友的立论陈词当中，我听出了一些基本的错误。首先，什么是道德？如果你们谈道德，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满足的话，道德可能推行成功吗？我不得不指出，对方辩友是在混淆概念。对方辩友把我方所提出的温饱是相对温饱的概念，扩展到了非常饥寒的境地。请对方辩友注意，我们讨论的是温饱，温饱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条件。我请问对方辩友一个问题：饥寒交迫的孩子偷了你一块面包，你会用道德去惩罚他吗？法律中难道没有道德观念吗？法律不是道德。法律规定了离婚，离婚是道德吗？法律规定了公司可以破产，公司就可以破产吗？所以法律不是道德，它是代表了最低的道德水平，加上风俗习惯及强制力的。对方法律系的高材生应该知道这些。谢谢。对方辩友，林肯曾经说过，法律是显露的道德，道德是隐藏的法律。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饿着肚子的人不需要去遵守法律。那么同理，我们怎么能够说，如果你饿着肚子，就没有必要谈道德了呢？真是精彩呀！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请反方的4辩何以山同学为我们做总结陈词，时间是4分钟，有请。谢谢主持，谢谢各位同学。现在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，我和我的对手还没有吃过饭，相信大家也都希望这场关于温饱和道德的大战尽快有个结果，然后大家一起回去解决各自的温饱问题。我轻轻放开了手，低头沉默，安静的嘶吼。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，从今后你的难过不再有我，是否忘记我？再10000次你回过头，你会发现还有我。陌生的问句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，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，让我绰绰有余。等待最后一眼，最后一遍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世界。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这渐渐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。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这渐渐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，这渐渐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。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，那些迷惘路口有你陪我流泪的夏天。时光过客，还来不及去迎合，
胸口的微热，总是恨不得把你守护着。You are my pretty sunshine， 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，只是无谓空白。答应我，那天走失了人海，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，一定会来。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， 等着我，不要再离开。如果不回美国，那我们暂时没有再联系了。拜拜。再见。对啊，我已经在候机厅了。是啊，对不起，哎，我一会儿再跟你说啊。你快打开看看，有没有摔坏什么东西啊？没事，相机忘是否摔的？哇，你的相机看上去好专业。你是摄影师吗？嗯。女摄影师很少见。刚才真是对不起啊，我太激动了。没事。我出国在外2年多，为了省机票钱一直都没有回过国。一会儿我男朋友来接我，都不知道他认不认识我。美国的垃圾食品都让我胖了20斤。你是出差了吗？哦，不是，我在这儿也生活了好多年了。哦，这样啊。已经7年了，还会有什么人记得我王江，他就是我男朋友，我先走了啊。由美国飞往上海，A194航班已经抵达。不见了。如果他还在这里等我，多好。何律师，向律师他们已经出发到对方办公室。好，宏远公司的案子，对方律师给我打电话要求和解，你跟法官确认一下，安排一下后续。电视地产的1号楼项目，他们已经谈得差不多了，你安排小江他们加快进度。待会儿会议的谈判要点，我在飞机上做了梳理，路上发给向律师，让他先做准备。
何律师，李总你好，抱歉迟到了10分钟。何律师，你们事务所的向律师已经到了，对方公司老板和代理律师也到了，快请进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小姐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是过来面试的，约了张主编今天下午1点钟。请稍等。是摄影师赵小姐吧？主编跟我说过，直接带你过去。谢谢。这边请。抱歉各位，航班延误，非常抱歉。 Mr. He, nice to see you again this time. Please take it easy with me. 那就看贵公司的诚意了。Shu In, she's a fellow from Oxford. Now she's working for our company. 你好。你好。老同学。Oh, your classmate? 没错，何律师当初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，而我只是个无名小卒，恐怕他现在早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。何律师，你来的比较晚，需要时间准备一下吗？谢谢，不用了，我们可以随时开始。何律师，可以女士优先吗？当然，请。 首先呢，我要针对上一次的会议做一个简单的回顾。距离上次会议已经有14天之久，恐怕在座有的人已经不记得具体的细节。好了，正式进入主题，请大家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 PPT。回顾一下何律师，我到这里结束了，你请。首先，我们双方已经就这次合作协议进行了长达1年的沟通。作为代表律师，我会牢记每一次的争议点和具体改动。但是仍然感谢许律师花费宝贵的时间给我们做了一场精彩的回顾。但我希望下一次我们可以更有效率一些。 毕竟我们的每分每秒都是委托人的时间成本。刘律师，整个合同有700多页，在过去1年里，我们双方已经就绝大部分内容达成一致。现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2家公司合并后的管理权分配问题上。为此，我们重新设计了一套新的管理方案。 请各位先用2、3分钟阅读，接下来的时间可能不会像许律师的 PPT 那么的温馨了。We suggest my boss to hire a professional liar like you. Let them work in our department. Facing you, we don't have any power. 合同已经谈得差不多了，就不必这么折腾了。哟，大美女，今天这么闲？还不都怪你们，完全把以琛当3个人用。他刚从香港出差回来，就赶过来开会。我本来要去机场接机的，飞机没接成，现在只能直奔这里了。 这看来主播要比我们律师清闲得多嘛。今天不忙？忙啊，非常忙。可就是再忙，也要来见我们大律师吃饭呀。要不，说不定他又直奔律所，废寝忘食了。Any one of you can introduce me this beautiful lady? Nice to meet you. You can call me May. My name is Peter. Nice to meet you too. 你好，我是徐颖。
何以琛老同学。老同学？你也是长华的吗？我以前经常去你们学校。是吗？但是我好像没有见过你啊。以琛，你女朋友赵默笙怎么没来？她以前可是你走到哪里跟到哪里的。我还以为这一出门又见她扑上来了呢。看来赵默笙已经是过去式了，也难怪有个这么漂亮的女主播，和律师移情别恋也是情有可原。抱歉，老同学见面难免会聊到以前的事情，怎么可以在现任女朋友面前提起初恋呢？ That's right. The first lover always call back. 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妹妹，何以玫。Oh, that's your sister. So please, take it easy. I think your parents should be very proud of both of you. 谢谢。作为哥哥，我自信地以为，我这位妹妹要比哥哥优秀得多。Oh, this is very common between brothers. 贵所这次获得这么大的胜利，难道不应该请我们吃顿饭吗？当然，过一阵子，等我们律师所的另一位合伙人回来，还请大家赏光。抱歉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和妹妹先走一步了。走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赵默笙小姐，是，我看过你的履历，非常满意。之前呢，我们也电话联系过。其实我已经决定录用你了，不过我有一个疑问，请问，你在美国发展的那么好，很成功，为什么放弃所有的一切，要回到中国重新开始呢？不方便回答。没有什么不方便。我在这里上过大学，很喜欢这座城市，所以就回来了，没有特别的原因。我也在这个城市念了大学，自然而然就留下来工作了。你说的对，这个城市非常有味道，值得人留恋，留下来。确实如此。好，欢迎你加入瑰宝杂志社。谢谢。以琛，你坐我的车能不能不工作了？陪我聊一会儿天。抱歉，下次我会注意。刚刚那个女律师是你的大学同学吗？看起来还挺了解你的。以前一个系的。不会追过你吧？你想太多了。不是我想太多，听他的语气。我们做新闻工作的，对人的表情啊、语气啊，可是十分有研究的。他刚刚说起那个人，语气蛮酸的。其实他也挺不错的呀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也没有女朋友，不考虑一下他？没什么好考虑的。喂，好，那你帮我安排一下行程，把面签的时间腾出，另外把美国领事馆的地址发到我手机。你要去美国？下个月。你要找他？这是一桩涉外谈判。知道啦。
时候帮我多带点东西，美国的化妆品可是很便宜的。那现在我们去吃饭，吃完饭逛超市，逛完超市去看个电影怎么样？据说现在的美国大片都很不错呢。抱歉，去完超市我送你回家，晚上我还有点公事。好吧，你总是那么忙，连陪妹妹看电影的时间都没有。你应该找个人陪你。没关系，也怪我自己骑车不小心。我建议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好了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打这个电话给我。谢谢。你朋友没事吧？一直把头埋在方向盘后边，是不是吓着了？对不起，我刚才不是故意要撞你的。哎，你是那个法制频道的主持人何以梅？是啊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不小心撞到你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一点事都没有。我都说了，是我自己不好。哎，那个，我妈特别喜欢你，她是你节目的忠实粉丝。那个，哎，你能不能给我签个名啊？就签在这上就行，可以吗？谢谢谢谢。那个，你介意跟我合张影吗？我肯定不发微博，你放心吧。没关系。1、2、3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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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博士啊，如果明天就办入职手续，有没有问题啊？没问题，不过我今天得先去找一下房子。哦，对，你刚回国，不过找房子不是个容易的事，好好找啊。陆远峰，主编，你这手怎么了？我刚才上班路上骑车摔了一下，现在有点疼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估计休息2天就能好了。哎呦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新同事。你好。啊，对，这位就是前段时间我跟您说过的简历特别漂亮的女摄影师。从今天开始，她就是我们杂志社的新同事了。这个陆远峰也是另外一个摄影师。你好，我叫赵木生。你好。你瞧瞧，你看你，这么不小心，你干嘛呢？老是开着什么电瓶车，不能弄个小车开？你知道手对一个摄影师来说多重要？要不是咱们那大模特昨天气得我半宿都睡不着觉，我也不至于骑车这么不小心啊。看你就找理由，小是有点毛病啊。不熟悉的人他是会挑剔刁难一些，但是总而言之，人家是敬业的，否则怎么会红到现在呢？啊，你真是的，你知道吗？我马上要他的片子了，准备上下一期的封面。你这么一弄，啊，怎么办？我还得重新找摄影师，这不是为难我吗？哎，这不是现成的人选吗？我说啊，那明天开始你就接陆远峰的工作，行吗？好，没问题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臭小子，算你有福气。好了，你们俩好好交接一下啊，如果再有什么闪失，小心点。OK， 没问题。这就是你座位了。谢谢。大家听我说一下啊，咱们摄影组来新同事了。这位呢是赵默生，默生，那个是大宝、默默，还有超人。你好。
哎，你带着行李来面试啊？对，我今天刚刚回来，是早上的飞机刚到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把行李先放回家再来面试啊？我在这儿没有家，所以我是想到这儿通过面试之后，再在这儿附近找房子，也不知道好不好找呢。哦，要是一夜之间租个房子，其实还挺困难的。你一个女孩子，还不得挑一个地段稍微好一点的、交通方便的地方？再说了，现在房价那么贵，租房子价钱也往上走，你拿着行李，不被漫天要价才怪。没事儿，要是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就只能先住个酒店，然后再慢慢找了。哦。哎，我有一个朋友现在在国外，他那个房子正好没人租，地段也好，交通还方便，还安全。我估计你肯定会喜欢的，要不然我带你去看看。好啊，那谢谢你了。江江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采光良好，还有无敌的江景。这边呢是装修了超豪华的卧室，这边是一个特别大的书房，然后我朋友还留了一套摄影的设备在这儿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很好，谢谢你啊。那我租金明天准备好之后再给你，可以吗 ？OK， 没问题。就是我朋友之前搬家的时候，把这房子弄得有点乱，要不我帮你收拾收拾？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行，那我就不给你捣乱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真的不需要我帮忙 ？OK， 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在美国发展的那么好，很成功，为什么放弃所有的一切，要回到中国重新开始呢？这个城市这么大，我还能遇见你吗？何以琛，我回来了。以琛，还是国内的城市人呢，真好。你要买吃的，直接到3楼，这样快一点。我待会儿还有事，晚一点还有个视频会议。什么视频会议安排在这么晚？英国公司有时差。等待最后一眼，
怎么刚回国就遇见了他们？他们真的在一起了。滴滴答答，消失的时间，最后这场爱情难好好结，倒数幻灭，这咸咸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。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，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，像我绰绰有余。去打个招呼吗？走吧。等到最后一眼，最后一遍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点，滴滴答答，消失的时间，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这咸咸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，这咸咸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。你不用送我回去，先到你家，然后我自己开回去就好了。不用，我先送你回去，我再打车。我真怕你会冲过去，可为什么你这样走了，我更难过。早已不是我生活中的人。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孤独？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？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。我的电脑出了点问题，英国那边的视频会议你来看。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慢走。再见。何律师早。早。
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昨天开不了视频会，今天居然迟到。我看看啊，整整迟到了1个小时。说吧，什么事情影响到了你？早上去了一趟法院，没什么能影响到我的。你没事情可做了，宏远的案子你可以接手。OK， 我不问。你好好忙啊。这么沉不住气，这么多年少见啊。早，老梗。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主编不是说让你多休息几天吗？哎呀，作为杂志社的老员工，我有愧于自己内心的良知，经过深刻反省，我决定今天还是来给你撑撑场面，否则的话，你上班第1天就被气哭了也不合适啊。哪有这么夸张啊？你可别说大话啊，一点都不夸张。这肖小啊，原来是咱们杂志社老白负责的。老白呢，哄明星还是有一套的，时间跟他长了，混熟了，他还给点面子。老白这2天老婆不是临产期嘛，就把这烂摊子甩给我了。哎呀，那是一把辛酸史啊！你知道他这一个人就把咱们一整个组全都搞疯了。放心吧，我也算是搞定过几个难搞大明星的。又说大话了不是？肖小的难搞可是国际级的。少梅，是我啊。你们认识啊？哦，我们是大学同学。没错，我们还是舍友，上下铺。那么巧啊！原来今天的摄影师是我们肖小的大学同学，那就拜托您帮我们肖小拍漂亮点。这大学上下铺不是最要好的吗？少梅，不是要拍照吗？拍吧。你不用再准备准备吗？我是一个专业的模特儿。再说了，这些用得着你这种小摄影师来提醒我吗？化妆师先补下妆吧。先休息一下吧。给。谢谢。老熟人拍照就是不一样啊！你今天拍了他1个多小时，他一句话都没说。前天我拍了他10分钟，他就开始骂人了。可是这组照片并没有拍出我想要的效果，跟这期的主题差太远了。我看看，这挺好的呀。肖小就是这风格，大家就喜欢看他这个样子。等一下再拍一组试试看吧，可能是我还没有找到它的精髓。行，哎，但是你也别太较真儿了，只要他喜欢就行，他是爷。
觉得这组不错，这个要考，你觉得呢？去喝咖啡吧。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，有太多太多的话想问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谢谢。按理说，久别重逢应该喝酒，可是最近我胃不太好，只能喝咖啡了。喝咖啡很好，或者你应该喝一点牛奶。还是身体比较重要，你节食也应该有一个尺度。我不节食的，我酗酒。你变了很多。是啊，我变了很多。家破人亡，骗财骗色，我变成这样不是很正常吗？哦，对啊，我还被好朋友抛弃。不过，你倒是没怎么变嘛，还是一副虚情假意的样子。哎，怎么舍得从金光闪闪的美国回来了？对不起，我那个时候确实走得太匆忙了。这些话你不用跟我说，你应该留着对何以琛讲。以琛，我想他并不在意吧。不在意？对啊，你可能觉得每个人都跟你一样，没心没肺，无情无义吧。你刚失踪的那几天，他找你找的都快要发疯了，后来甚至每天去宿舍楼下等。可是等来了什么呢？来了几个人，把你的东西都拿走了，然后告诉他，告诉我们，你去美国了，有可能再也不回来了。赵默笙，你真狠啊！我到现在都能记得他当时的样子，整个人就像被掏空了一样，从上到下都是绝望啊。他那么高的一个人，居然会露出那种表情。也许他是内疚吧。抛弃他去美国的是你，该内疚的也应该是你吧？尚梅，你不明白，我自己有眼睛，我自己会看。所有的人都以为是我抛弃了他吗？明明不是啊，明明是他说不想再见到我，说他宁愿从来都不认识我。这个话题过了，我们换个聊聊吧。怎么了？聊不下去了？
换个话题，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其他可说的吗？聊一下下午的拍摄吧。拍摄。哎，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你老同学态度有点不对啊？没事，准备开工吧。来，咱准备开工了啊！那个，但是比较希望白色啊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这就是我上回拍的。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下午拍不了了，收工吧。小苏，谁得惹你了？上午还好好的嘛。我都说了我不舒服。小小，你究竟是不是专业模特啊？前2天不愿意拍也就算了，今天又怎么了？你知道我们租这棚一天得花多少钱？租棚的费用，包括所有员工的费用，还有设备，还有你的劳务，我们都已经给了。你想取消拍摄？行啊，那按合同照价赔偿吧。我跟你说身体不舒服，是给你面子。怎么着？你要跟我撕破脸吗？给我面子？你怎么给我面子了？我轻轻放开了手，低头沉默，安静的嘶吼。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，从今后你的难过不再有我，是否忘记我？再10000次你回过头，你会发现还有我。陌生的问句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，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，让我绰绰有余。等待最后一眼，最后一遍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世界。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这渐渐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。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这渐渐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，这渐渐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。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，那些迷惘路口有你陪我流泪的夏天。时光过客，还来不及去迎合，胸口的微热总是恨不得把你守护着。Pretty sunshine， 美丽的世
界好好坏坏，只是无谓空白。答应我，那天走失了人海，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，等着我，一定会来。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， 等着我，不要再离开。租棚的费用，包括所有员工的费用，还有设备，还有你的劳务，我们都已经给了。你想取消拍摄？行啊，那按合同照价赔偿吧。我跟你说身体不舒服，是给你面子。怎么着？你要跟我撕破脸吗？给我面子？你怎么给我面子了？是我们没给你结钱啊，还是我们租的这个棚配不上你这大模特啊？今天上午拍的这些片子，你们看过了吗？是，我是想给老同学面子，可是老同学拍的东西，我不满意呀。这些都是质量很好的片子，不满意，那你就只能怪自己长了张僵尸脸。尚梅，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？我们在等一下的拍摄当中，可以好好的慢慢磨合。我叫潇潇，慢慢磨合的话，我恐怕没有这个时间，而且我也不想浪费我自己的时间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化学系的吧？是。那就对了。凯文，你为什么找这么不专业的摄影师来拍我？我在国外有学习。国外啊？国外的很多经历也是可以骗人的呀。哎，不是有好多海归的骗子吗？你有没有搞错呀？你就是脾气再坏也得有个限度啊！他是我们杂志社正式聘用的摄影师，你就是不想拍，也不能进行人身攻击呀。这样吧，我们再另外约时间。远峰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明天下午好像有一个拍摄，要么就挪到今天下午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棚也不会浪费掉。不行，社里边催片催得紧，周末之前必须得把封面拍出来。周末我们好像没有时间吧？小小，你诚心找茬是吧？行，你不说按照合同吗？咱们就拿合同出来看看。你自己好好看看，这合同上可是明确规定了拍摄时间的。我说了不拍，我绝对不拍。还有，如果你再敢对我动手动脚，我就告你非礼。哎，非礼你做梦吧你！撕合同，你等着上法庭做被告吧。对不起，主编，没有想到第一天就出了这种状况。这不关你的事儿。笑笑这个人实在太过分了，简直没有职业道德。我跟他经纪人打电话。Kevin， 你们这个艺人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从时间上、场地上都尽力的配合，他怎么还不满意？居然撕毁合同！哎呦，我们家潇潇就那脾气，要不我回去再劝劝他？这次我不会饶了他，你们等着接律师函吧。哎，真是过分！现在的艺人怎么是越来越没有职业道德的？我一定得告他。张主编，或许是我工作上的疏忽，是我的问题，
要不我跟他谈一下，我跟他……哎，你说什么都不会有用的。默笙啊，你刚回国，不了解情况。潇潇这个人啊，脾气太过分了啊！而且他的律师很厉害，我不告他，他会告我，一样他告我，我们告在他前面，得灭灭他的气。讲心里话，其实我也不想告他，只希望他好好配合工作嘛。真是的，哎，要不是他红，谁愿意跟他合作？哎呦！哎，你就别说你跟笑笑是老同学了，万一主编亲近于你怎么办？可是如果这件事情我要是给他打一个电话的话，或许就可以和解了。行，不信这邪是吧？笑笑电话。谢谢。